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烤肠，正好最近猪肉贼便宜，完疫情我们也不用上班，今天怒买50斤，一次在家多做点。做肉肠实在太考验耐心了，先得把肉切了，绞肉馅，完瘦肉可以随便绞，但肥肉还得绞成泥。你说他妈肥肉多招人恨。完了就按比例往里放调料，做了2个味儿的黑胡椒猪肉和玉米猪肉。这配方你们就别学了，因为会的越多越遭罪。你信我话，买现成的吃就行。要怕有添加剂就买便宜的，便宜的它就放不起添加剂了。然后就开始折磨人了，要想少放淀粉还紧实，就得生给它搅上劲儿。这里没有技巧，全是体力。刘大脑的脸憋通红，怒搅50分钟，就为了晚上多吃点肠。结果晚上他妈给打电话让他回家吃饭，说不回就骂娘。这脚狗嘚没吃着，找个代驾回去了。完我们就开始灌肠、扎眼、系线。这肠因为都是肉末，所以灌的就很通畅，画面会引起极度舒适，建议赶紧艾特你的姐妹来看一下啊。这些肠需要先用电风扇伺候3-4个小时，然后煮肠可遭大罪了，家里所有锅都用了，还煮了3番，这活比我那些前女友都磨人，只能码1层，多了不行，完得全程小火90度煮1小时，还得盯着炸气泡，跟打地鼠似的。最要命的是我在厨房盯的都要死了，我发现外面有个偷我肠。这些肠一共煮了4个半小时，正常还应该再晾3小时，晾的越干烤的越脆，但我们实在是熬不动了，擦不就给塑封了。关键是有个老大夫跟我说过，1点多不睡最伤肾，但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，就做点腰花浇头吃的腰子面。后来我一算得做了400根肠，我就发朋友圈纪念一下。那会儿都2点了，我有个哥们看着这个给我来个电话，他说哥们儿，你要遇整啥难事你就说，使点钱啥的不犯毛病。他说我看你整那个肠连个商标都没有，这要给你抓着得胖好几年呢，可别扯那没用的了。我自从买了这个蛋堡机，我就一直琢磨怎么才能让这个3元蛋堡更实惠。今天找到答案了，这9个蛋堡我塞了2斤肉馅，从这一刻开始它就不能叫蛋堡了，它只能叫肉堡，因为此时此刻鸡蛋这种小角色已经不配再占有50%的名字了。完喊我们同学来吃，他还带2只龙虾来，我一看这家伙行啊，我把龙虾肉取出来包蛋堡了。我敲李哥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堡，可鲜亮了。完剩下的肉让我剁不煮粥了，其实还是龙虾蛋堡更好吃。但我前2天不是刚扒了300只螃蟹吗？我现在一听取肉这俩字儿，血压升的比喷泉还快。然后家里还有点前女友自己做的烤肉蘸料，一直也没舍得扔。昨天让他对象帮我买了点齐齐哈尔烤肉寄过来了，这份燕翅里还带了一块猪肥肉，这就很齐齐哈尔了啊！我跟他对象也算是忘年交了，我这几次找他帮我买肉，我算撇出来了，这人能处，回都不管我要运费，完还非得送我几片大腰子。今天又整3袋，怒送15片，这是真想让我该这是。完，我们同学拿另一只龙虾让我用空气炸锅炸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。本来想简单吃个3块钱蛋堡，结果整出一桌肉和一桌人来。这期还是烤肉，我们原来都一天往返600多公里开车去吃啊！我是万万没想到，托前女友的福，居然在家就能吃上了。我得抽空琢磨那些老钱的现任现在都忙活啥呢？看看还有没有像这样能帮忙的新老结合了。1、2、3，一横。我前2天买了个石磨，本来寻思给我奶磨豆浆还能锻炼身体，但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买了3斤6两黄豆。这3斤6黄豆可给我仨坑死了。这些黄豆泡了1宿之后得有10多斤，然后这一待呢最少得磨400圈。我粗略看了一下，这2盆起码得有100袋。反磨出豆浆的时候还挺兴奋的，而且刚开始有劲儿呀，玩的也高兴。再一个最近在家憋的空有一身蛮力，后来磨不动了，我们就上网查石磨怎么用才最好用。有个帖子说拉磨的时候给驴戴上眼罩效率会更高，我弟亲身试验了一下，确实比刚才更顺滑了。哎呦，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一个天天炖肘子的博主家里居然藏了2头活驴，那真是老话说得好啊，美食博主家真什么都有呢。过程就不细学了，那天直播你们也看了，反正我们3头一共是拉了14-15个小时吧，最后出来这些，然后需要拿屉布给它过一遍筛。我现在就觉着呀，应该把驴列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反正这个事儿咱们也不道德绑架，但至少可以从我做起。我发誓从今天开始不吃驴肉了。然后筛完了呢，正好是这一大锅，大概40多斤吧。豆渣我也不知道咋吃，就都给刘大脑子解压了，然后就赶紧煮了一锅豆浆。凌晨3点半，我喝上这一口热乎豆浆之后，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14个小时的汗水加上古法磨制的醇香，就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个豆浆的香气完完全全和豆浆机打出来是一样的。我心态崩了有啊！
好在呀，我留了一手后手，反正都这个点了，咱们可以接着做豆腐。豆腐脑出锅还是挺板着的，但是必须得是咸卤。然后就把豆腐脑压豆腐了，我寻思我终于可以歇会儿了。万没想到，豆腐篓里的水滋溜滋溜冒啊！4点半呢，我3马上就脑出血了，还在这大狗治水呢。就是我只能感慨一句：人间有爱，但水火无情啊。豆腐做好了，我奶都起床了，给我奶拿一半，那一半我得回家供去了。我是10000个想不到啊！我仨是头天早上9点见的面，打进屋就闷头磨豆啊。吃上这碗豆腐脑的时候，我抬头一看，我外面天亮了。我发现这人就不能闲着，我这2天腰好了，我寻给我奶整个甜品尝尝。都说马卡龙难做，我寻这能有啥难的呀？然后呢，我一共烤了4锅啊，烤的最好那锅跟他奥利奥似的。我还跟我奶说这是法国贵族甜品，我奶说你看没看见这帮老外在吃上真是不行。完了，我给我奶整个行的，包了几个五花肉茄子馅的包子，这其实就是茄子卤，但是包包子比拌面条还好吃。然后还整了个更行的梅菜扣肘，比扣肉还好吃，因为它不腻。你家要是能办席，你引进一下这道菜。我跟你说，别说结婚，你们2口离婚可能因为这道菜上你家办一下子，你信不信？还给我奶溜了一盘马蹄肉丸，顺手炸点干炸丸子，直接打包了，留着我半夜饿了躲被窝里吃。然后我奶最近对青橄榄挺上头，就做了个青橄榄煲的鸡汤。完，我奶说想吃虾饺，哎呦，我到这儿我脑瓜嗡一下子，这掐褶太难了。当时我前老丈人给我踹了，就是因为我不会掐褶。来吧，上家了，没找翻马、炸黄、青鸡、可翅、虾花、2碗、茄包、虾饺。完了，哈尔滨不是BBQ呢吗？我带着这老些菜去，我奶连门都没让我进啊！我连门口的脚垫我都没踩着。我说奶，这有色眼镜戴的也太突然了，我哥俩没留饭呢。完，我奶把包撇开了，告诉我赶紧回家，别在那门口喘气儿。我奶呀，活到120都不带有啥毛病的，她指定比我还能活。今天在家人均48，居然实现了蟹黄面自由。这玩意儿是饭店吃都挺贵，所以我昨天在家琢磨怎么能把成本降下来。我买了300只1元蟹，它就1块钱硬币这么大，但是黄都很满。刚好我有2个脑子不太灵光的朋友，正适合干这事儿。我们今天要在家把这300只螃蟹扒了，看看到底能出多少黄。但这螃蟹小也是真小，蒸的时候放着葱姜，那纯是为了走流程。这螃蟹肉少，一个蟹腿只能取出这么点肉来，然后身子小，黄也不到我抠。我先拿筷子抠一遍，然后我弟弟拿镊子筛一遍，还有后盖这点黄，平时吃螃蟹都不啃，今天全给抠出来了。这黄给我抠的眼珠焦黄，瞅啥都是橘色的。这个过程就跟开高速似的，就是不累但腻歪。这后来都唠叨我四姨夫30年前炸大果的事儿了，就真没话了。我都想把这段经历写简历里了，这可能是我头30年参与的最大的项目。扒了5个半小时的时候，大概完成了3/4，但这会儿眼珠都冒金星了。我说吃口饭吧。后来300只螃蟹扒完了，黄肉壳都在这儿了。我上了上秤，蟹黄大概是750克，蟹肉是300多克，一共就2斤多呗。等我炒蟹黄的时候，我压力老大了，就这味儿要差了一点，我仨今天指定是崩溃了。但是当我把蟹黄浇到面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太爽了。从扒螃蟹开始到吃上这碗面，一共是用了9个小时。但这么折腾完之后，我就觉得这面条格外的香，主要这黄也是真多呀。我头一次在吃面条不咸的情况下卤剩这么多。完我算了算账，买螃蟹花了296，蟹黄给我奶送了一半，相当于人均50块钱呗。反正说句心里话啊，但凡都宽着点的，我估计都干不出这事儿来。